大家好，我是九龙。本次2022年追剧9月心得，区分两个部分，前段为9月新追的剧，后段为9月完结的戏，个人的感想抒发。首先来谈一支比较政治正确的台剧《额外旅程》。该剧改编自真人实事，且1、2集剧情流畅，全剧预计5集，由庄凯勋、黄静怡等人领衔主演。原先在事业上意气风发的黄瑞杰，历经仕途失意后，同时其身体出了状况，于是巨大的身躯就此轰然倒下。而随之而来的将是围绕器官捐赠、病人家属间的故事展开。通篇故事情节算是比较压抑的，虽然另条线为本剧带来了一丝光芒，但随着两条线交汇处，则令全剧再度蒙上一层阴影。遑论尚有其他支线仍在进行中。但回归本剧引用俄罗斯哲学家托尔斯泰的名言：人生的价值不是用时间，而是用深度去衡量。则后续渐渐的励志情节应该寄托其上展开。该剧我本来是冲着庄凯勋来看的，但小勋搭上救护车，驾驶员与之互动的那场戏，我也很喜欢。另外，原来现在台剧的手术过程还要马赛克，总之这套戏值得一看。其次则是延续原著《东京女子图鉴》出发，本来政治便比较不正确的台剧《台北女子图鉴》，但即便从原著开始，作品就充斥着各种地域差异、追求物质生活等等，终究它呈现出的是比较完整的日本世代女子样貌。而翻拍自《东京女子图鉴》的《台北女子图鉴》呢？《台北女子图鉴》由桂纶镁等人挂帅主演，不认为它全然是无病呻吟，它里头一些刻板形象的刻画乃是直指现实问题。那为何它还会引来一票骂声呢？我想是该作忽略了，或说该剧没有很好的勾勒出那个旧时代的氛围。该剧本身具有20年的时间跨度，所以不能单方面从2022年的角度，即是现代的角度来看它里头的价值观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。若我们将时间回溯到2002年，甚至更早之前，则戏剧里的思维散发还是略显正常的，但也不能就此合理化该作改编的过于扁平的现实。该作更多时候集中刻板化印象，使得该作除了刻板印象、北漂梦想、混乱的感情，仿佛再无其他。前述使得即便演员再用心呈现，台湾意象再有拍出来，并故事前期让一些观众，包含是我，产生了仿若当初不分男女北上追梦的认同感。可是台北女子图鉴所记录的台北生活日常，终究是出了问题。我想这个问题主要来自于剧本改编，以及最后经过挑选的画面呈现。原著在短短1集20到30分钟内的播映时间，尚有余力透过旁白加入不少除了地域差异以外的元素探讨，甚至是留一些镜头给当地的美食导览，并且《东京女子图鉴》的情感向转折也比《台北女子图鉴》的叙事完整。而以一样的待播集数和单集更长的播映时间来看，《台北女子图鉴》相较《东京女子图鉴》却没有带给观众足够的附加价值内容。或许制作团队试图删删减减，添进一些无助戏剧饱满的桥段，然而最麻烦的是，它还减去了一些本该能修饰故事情节的重要元素。前述做法导致后来《台北女子图鉴》对台湾南北的想象流于表面，让《台北女子图鉴》与已成神剧且历经各种改编的原著相较，更像是组合不完全的拼装品。再进一步补述，我原先认为《台北女子图鉴》的戏剧
比例很奇怪，观众未必不能接受刻板化印象的南北差异陈述。但台剧版本看着看着，你会觉得通篇都在说台北不好，那为什么又要怀带扭曲的想象一昧挤进这座都市？后来看了原版才发现，《东京女子图鉴》还是有致力于陈述东京日常生活的介绍，而非仅只是都市病大全。于是就整体来说，《台北女子图鉴》简直是鱼不眼瞎。9月新追剧的尾声，则是要介绍新日剧《Hotel Next Door》，由石之森、章太郎 Hotel 大饭店漫画改编。它已历经多次改编，本次由哇呜哇呜拍摄，藤冈店主演的《Hotel Next Door》。该剧每集40几分钟，总计6集，戏剧节奏相当紧凑，短短6集内藏匿了一个又一个的谜团。但最重要的谜团，应当要等到故事的最后才会被揭晓。又初步看来，第1集改革饭店迎宾部的节奏明快，第2集则是改革饭店内餐厅。虽说节奏相较前集来的缓慢些，但开始逐步揭露一些谜团与立场的区别。而本作带以改革2人形象出现的总经理，这厢既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，那厢却要心思缜密的在严肃过程中蕴含温情。从观影感受及故事性来说，很是推荐这部日剧给大家。它的故事描述日本老牌高级饭店普拉顿经营不善，一名被号称饭店怪人的3只客民被找来担任总经理进行改革，而他会有这样的绰号，基于过往总是负责将老旧饭店整顿后再转售他者。于是这样的风声伴随被改革制度的不习惯，也导致了他历经来自普拉顿饭店不同部门间的反抗，甚至中层管理亦总把所谓普拉顿精神挂在嘴边，但具体的普拉顿精神是什么，他们又说不出来。可是，疑似与普拉顿过往经营者有旧的3只客民，又怎么可能不知道普拉顿精神是什么？或许他心中早有答案，也可能若有维持真正的普拉顿精神，反倒不至于让饭店走向现在固步自封的境地。究竟饭店改革是兼容并济，还是找回过去的普拉顿精神，亦或彻底纳入现代化管理？在串联起本作第1集甫开场时倒叙式的饭店解散宣告，以及该集尾声出现试图收购普拉顿饭店的神秘买家，让本作除了饭店整顿能否成功的悬念外，又平添上不少乌云。会否？答案其实就在阴谋中。随后简单说说9月播毕日剧的感想抒发。今年夏天看完福田靖的2部运动题材日剧，我个人偏见觉得这2套收尾都应该能再细致些，但感觉福田靖的运动剧结局很执着追求一个圆，这也导致 All Rookie 老菜鸟前中期很精彩，甚至这个精彩直到尾声。该剧致力于刻画运动员心境，每播1集更是加深观众心中泛起的那道涟漪，对所有的运动员献上最高的敬意。然而为了收尾，剧情使得体育经纪公司 Victory 的社长高柳雅史与其下属前国足选手新町亮太郎迅速达成和解，未免令我感到遗憾。反町隆史的新魔府出现，便被剧情设定给反杀了。而 Nice Fly 也是前中期表现不差，但临近中后期的某些情节让我感到拖沓，并且情感直人的戏剧比例失调。后几集收尾前的戏份主要都在处理感情，若这部分能再浓缩，感觉这套剧评价还有上升的空间。令网上有人提及河原霞前3集的人设过差，使得其角色略显扁平，这部分也让我个人预测失准。原来他只是前期情感的拦路虎呀。但在正传里，河原霞人设的转换
也偏快，或许是借其与夏目信大共演的番外篇来补充吧。又说到情感失调，类似性质的职人剧同样由中村信、玉生裕太有份参演的《Grand Mason Tokyo》，就将更多这类的情感纠葛放在番外篇处理，这也不失为是一种很好的故事呈现方式。不过这套剧可能是想借此来培养玉城蒂娜跟阿部亮平吧。最后当然还是要提一下，我有在追看日剧中最晚完结的《出租女友》。对非漫画原著党来说，它这套的剧情走向还是可以的，就是比较标准日系的优柔寡断男，却能产生各种情感邂逅的喜剧故事。不过其结局收得比较暧昧些，虽然已标上全剧终结，同时当前结束的时程亦比原著漫画走上许多，是以不禁令人联想，制作方是否就收视率考量，该剧未能持续制作的可能。以上，谢谢收看本次影片。若喜欢本次影片，并不排斥这频道的内容比较多元，敬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鼓励我制作更多同类型影片。囧仔什么？我们下期再会。